Supertone 发布了 Supertonic 3，它是第3代 on-device 基于 ON-NX 的 TTS 引擎。这次的变化很明显，语言从5种扩展到3种。语音字编码器把波形编码成连续前表式，文本到前表式用的是流匹配 flow matching， 还有一个时长预测器控制自然的节奏与断句。这里关键的一句是流匹配在低步采样时比扩散模型更快。官方说能在极低推理步数下产出可用的音频，这就是能在边缘设备上跑起来的根本原因。为了更稳的对齐和鲁棒性， V3 加入了2项训练模型细节。第一是 LAROPE Length Aware Rotary Position Embedding， 用来提升文本语音的对齐。第二是 Self-Purifying Flow Matching， 在训练阶段减轻脏标注的影响，提高对噪声数据的鲁棒性。这2点直接关系到一句话会不会被错读、重复或跳读。V3 的另一个工程友好点是表达性标签，可以在输入文本里嵌入像表示呼吸、笑声或停顿的简短标签，这省去了单独的预处理或独立表达模型，方便工程直接在 payload 里控制表现力。现在说证据和可验证的点，官方给出了参数与 ONNX 资产信息，并声明兼容 V2 接口。官方基准显示，在复杂文本规范化上，像 5.2 MB 带区号的电话号码、2.3H、30kph 这些，它优于几家主流系统，但完整的吞吐与并发基准还没全部公开。官方在极端设备上给出过低 RTF 的示例，给工程团队的3件可复用验证事项。第一，跑1次端到端 RTF 内存基准，在目标设备上测真实延迟和内存占用。第二，用你的典型文本集合验证文本规范化，重点是货币、时间、电话号码和单位这类边界样本。第三，试验内嵌表达性标签的效果，确认语音一致性和跨语种相似度。一个内行人会先注意到的线索是规范化与断句失败样本。如果模型在 5.2 MB 或带区号电话上出错，说明文本到前表示的映射或时长预测还没对齐。这些样本往往比总体 MOS 更能暴露真实工程风险。实操第一步很直接，在开发机上运行 pip install Supertonic。第一次运行会从 Hugging Face 自动下载 ONNX 资产，用 SDK 的快速示例，例如 TTS Auto Download True， 并设 lane， 合成一个短片段，保存为 WAV， 把这个短片段丢进 ASR， 计算 WER、CER， 记录 RTF 和峰值内存。边界和折中也要讲清楚。99M 参数和404 MB 的轻量化是部署优势，但不是在所有维度都优于 0.7B 炸模型。对极致自然度或复杂多说话人场景， 0.7B 渣级别的系统可能更占优。所以要根据产品需求做听感对比，而不是只看参数或文件大小。还有2条实务提醒。第一，尽管推理接口兼容 V2， 替换模型时仍要在 CI 里做回归测试，确认语速、断句和声线没有意外变化。第二，把你的目标硬件放进测试流程，不要只凭某些极端设备的宣传 RTF 做决定。总结一句话， Supertonic 3把本地 TTS 的门槛再推低了一把。31语、表达标签、可 CPU 运行和公开 ONNX 资产，意味着更容易在移动端和边缘设备上落地。第一步动手是 pip 安装并跑3项验证 ：RTF、内存、文本规范化、表达标签效果。如果你要把 Supertonic 3放到真实产品里，你最想先验证哪项？自然度、文本规范化还是延迟、内存？